不是流量逻辑，诚毅正在跑通一条很少有人跑通的路。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一时间打开 Netflix， 能看到同一部中国古装剧《长安24记》。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这是内地第一部做到这个量级全球同步上线的剧集。我跟你讲，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哇好厉害，而是我发现个事儿，什么时候一个中国演员的名字开始跟财报全球发行190个国家这种词儿绑在一起了？各位，今天这期我不聊八卦，咱们做一期行业分析。我想搞清楚一件事，当一个艺人的影响力开始出现在财报里，出现在全球发行版图里，出现在长期榜单里，这种硬场景它到底代表什么级别的认可？而诚毅刚好是个特别适合拿来研究的样本。那么问题来了，咱们一层一层剥开看。第一层，你看到的是什么？说白了，大众和媒体看到的是3件事。第一，带货很猛。诚毅代言 Gap 之后，这个牌子是真的回血了。根据宝尊电商2025年第3财季的报告，在代言带动下， Gap 中国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7%。 7%听着不多，你要知道这个牌子前2年在中国是什么状态，长话短说，是处在调整阶段的。能把同店销售拉回正增长，这个分量很重。续签之后首日的销售数据不完全统计也是相当夸张的，这部分具体数字我得保留意见，凭印象说啊，各个口径不太一样，但方向是一致的，卖的是真的好。第二件，剧出海了，就是开头说的长安24季，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Netflix 同步。第三件，霸榜，诚毅连续4个月蝉联角色热度月冠。好，这是表层，这一层看个热闹就过去了，但咱们继续往下包。第二层，媒体没告诉你的，这里有个点特别容易被忽略。媒体报道的口径是卖得好，出海了又霸榜了，全是结果。但卖得好和被写进公开的商业叙事是2个量级的事儿。你想想看，一个品牌财报里能让外界清清楚楚看到是这个代言人带动了销售回升，这种程度的关联在 CBIS 是很少见的。大部分明星代言是品牌花钱买曝光，而这种是代言人反过来成了财报叙事的一部分。哦，对了，我得补一句，关于名字是不是被白纸黑字写进了正式财报文本这个说法，我自己也存疑，这个我得查一下，所以我这说的是财报层面体现出来的商业认可，更稳妥一点，咱别夸大。但即便是更保守的说法，那个分量也已经很重了。再说出海，190国同步，不是简单的卖了个海外版权，这是发行级别的全球同步。而且这不是孤立，往前看，它的天地剑心在日本是有发行的。你把这2件事连起来看，就不是运气好碰上一个海外大平台，而是一条线，一条出海的曲线。这是长线布局，走的是大旗。还有霸榜，连续4个月角色热度月冠，注意是角色热度。流量热度可以靠 KPI 式的运营堆，但角色热度堆不出来，那得是观众真的记住了这个角色，这才是关键。这道菜越品越有味。第3层，真正的问题在哪？行，前面都是铺垫，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实是这个诚毅出身的是非头部厂牌。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人话就是，他不是那种一出道就被顶级资源、顶级牌面一路喂上去的艺人，没有那种待遇。那他凭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这才是这期视频我最想聊的点，也是整个行业最该研究的点。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网上有种声音说他都接近40了，转型没希望了。下面我先把这种声音整理一下，不是我的观点啊，你听完整再判断。有人觉得男演员过了某个年纪，市场窗口就关了。但是等等，有个细节，你去看华语男演员的转型 timeline， 胡歌是2015年靠《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加上童年的伪装者，才真正完成从古装小生到实力派的跃迁。那年他33岁，王凯也是同一部《琅琊榜》里的靖王打开局面的，岁数跟胡歌差不多。再往前看孙红雷，他那部最有分量的潜伏，余则成，等一下，我得想想，我印象里是2009年播的，不对，得往前算，潜伏是2008年出品，2009年彻底火遍全国的，那会儿他都快40了。这个如果有错，评论区指正。所以你看，对男演员来说，所谓40岁根本不是终点，它更像是价值重估的起点。在这个框架下，接近40对成毅恰恰可能是优势，有阅历，有作品积累，有观众缘。这不是他需要焦虑的事，这是行业规律站在他这边。懂行的都知道，这种事不是个人年龄能左右的，是题材和时机的问题。啊，对了，我得先说一个背景，不然你听不懂为什么非头部厂牌突围这么难。当时整个市场的资源分配逻辑是高度向头部集中的，平台、品牌、剧组资源都往那几家流。行，现在回到成毅。在这种环境里，一个非头部厂牌的艺人能靠作品一步一步地把自己顶上来，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换个角度看，这恰恰说明了他的努力。第4层，这意味着什么？最后一层，成毅这条路能不能成为一个可复制的范本？这个我得拆开说。可复制的部分，作品质量优先，长期主义，不靠短线流量。还有一个特别值得说的，健康的饭圈模型。我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他这边是会引导粉丝去接受客观评价的。这在 CBIS 的饭圈里，说实话挺罕见的。大部分饭圈的本能反应是控评，是把所有批评挡在外面，而把粉丝往成熟观众那个方向引导，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思路，也更可持续。坐地铁的时候，我听旁边俩人聊过类似的，说这个粉丝群体怎么这么 chill， 我当时还笑了一下，现在想想，这背后是有设计的。那不可复制的部分呢？个人的演技天赋、观众缘还有时机，这些没法照搬。所以我的判断是倾向于这个判断，但不绝对。成毅可以是一个参照样本，但不太可能是一个标准答案。范本提供的是方向，不是公式。回到开头，190，回到最开始那个数字，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现在的答案是，它意味着一个人用一步一步的作品，把自己从流量逻辑里摘了出来，摘到了财报、全球发行、长期榜单这种更硬、更难也更长久的坐标系里。流量会过期，但财报、出海版图被观众记住的角色不会那么快过期。所以回到开头我问的那个问题，什么时候一个中国演员开始和这些硬场景绑在一起？答案是从他决定走慢一点、走稳一点的那天起。各位，懂他的人会懂，时间会证明这种坚持。这期就聊到这儿，你们怎么看？评论区见。